那不勒斯球迷高喊着克瓦拉多纳这个名字，致敬的对象却不是马拉多纳本人，而是一位来自格鲁吉亚的年轻球员。他们相信这名球员的盘带、高速突破以及在禁区内的不停变向动作，已经足以让人想起那位曾经统治意甲的传奇。几年前，克瓦拉斯赫利亚这个名字知道的人不多，只有看俄超的人或许对他有印象。但如今，他已经是世界足坛最炙手可热的左边锋之一，各大豪门都想将他收入囊中。看完今天视频，你就会了解这位来自格鲁吉亚年轻人是如何征服马拉多纳城市的，以及他为何从小会喜欢 C 罗，还有那不勒斯时隔33年重新夺得意甲冠军为何与他有关。接下来我也会用 KK 来称呼克瓦拉斯赫利亚。那正片开始。你是否也曾因为一位球员而记住一个国家呢？ KK 或许就是那个让你第一次知道格鲁吉亚的人。格鲁吉亚是一个横跨欧亚、夹在高加索山脉与黑海之间的小国。2001年 ，KK 出生在首都第比利斯以东的小镇萨加雷乔。这里四周是葡萄园和起伏的山丘，看起来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乡村地方。KK 的父亲曾是一名职业球员，在他出生时已经转型成一名足球教练。除了父亲，他的叔叔也曾是格鲁吉亚国家队的主帅。可以说，这个家庭几乎每个人都与足球有直接的关联。KK 还有2个兄弟，三兄弟从小就非常的热爱足球。不过他的父亲从没强迫他们必须要走职业的道路，反而是 KK 自己总是第一个拿起球跑到街头和朋友们一起踢球。5岁那年 ，KK 第一次告诉家人，他也想成为一名像父亲那样的职业球员。他父亲听了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从那天开始 ，KK 的父亲每天亲自陪他练球。在正式加入青训之前，他就已经在父亲手下接受严格的训练。他的哥哥也踢球，曾在几家青年俱乐部效力，但最终选择专注学业。19岁时就放弃了足球，这让父亲逐渐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 KK 的身上，而 KK 始终没有让他失望。6岁时 ，KK 进入本地的奥林匹克足球学院，这是一所隶属于第比利斯迪纳摩俱乐部的青训体系，专门培养格鲁吉亚年轻才俊。他在这里表现得非常出色，很快就跳级进入更高年龄段的训练组，成为教练口中的重点苗子。到了12岁 ，KK 正式加入迪纳摩青训营。这一年，他迎来少年时期最难忘的一刻，见到了他的偶像 C 罗。那不是普通的见面，当时 C 罗作为投资人之一，为迪纳摩俱乐部新训练基地的开幕仪式亲临现场。而 KK 正是受邀参与开幕典礼的青训球员之一。他不仅见到了 C 罗，还幸运地和他合影，这张照片至今还留在他的家中。这次经历对他影响极深，有人说从那之后 KK 练球更加疯狂，输球时他会哭、会生气、会自责。或许正是那个时刻， KK 的职业梦想不再只是模糊的憧憬，而是一条清晰的道路。从一个乡村的小镇出发，他开始了追逐偶像的旅程。16岁那年 ，KK 直接升入一线队，并在格鲁吉亚顶级联赛出场了5次，打进1球。1年后，由于不满迪纳摩俱乐部的提供的合同，他决定离开这家效力了5年的俱乐部，以自由球员身份加盟了格鲁吉亚联赛中的另一支球队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加盟新俱乐部不到1个月，他就受到2家球队的关注。一家是俄超劲旅莫斯科火车头，另一家则是德甲霸主拜仁慕尼黑。为了表达诚意，拜仁甚至邀请 KK 现场观看欧冠8强的比赛。但最终 KK 选择以租借的方式加盟莫斯科火车头。至于他为何没有选择拜仁，目前并没有详细的资料说出这个细节。他在火车头只踢了半个赛季就离开，尽管如此，俱乐部方面其实非常希望留下他。主教练也曾公开表达失望之情，他说：“他是个非常有天赋的球员，失去他我真的很失望。”随后，在19到20赛季，俄超另一家俱乐部喀山红宝石与 KK 签下一份长达5年的长约。
他加盟球队第一个赛季出场27次，打进3球，送出2个助攻。接下来20到21赛季，他表现越发出色，不仅4次获得月度最佳球员，还连续2年被评为俄罗斯超级联赛的赛季最佳年轻球员。那段时间 ，KK 在俄罗斯的名气越来越高，许多球迷都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成为顶级球星。但好景不长，21到22赛季中段 ，KK 被迫离开俄罗斯，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国际足联出台临时政策，允许外籍球员单方面终止合同。KK 也因此选择离开，不再留在俄罗斯踢球。他回到格鲁吉亚，加盟巴统迪纳摩，踢完了剩下的半个赛季。回归本土的 KK 几乎是降维打击，只用了11场比赛就打进8颗进球，效率非常惊人。到了22到23赛季夏季窗口开启，那不勒斯出手了，球队此时正面临锋线调整，奥斯梅恩刚刚从伤病中恢复，边路需要新的爆点，而俱乐部的球探早就观察到了 KK， 最终那不勒斯用1000万欧元将他签下。不少那不勒斯球迷在得知俱乐部签下这个名不经传球员时，他们感到很疑惑，甚至质疑这是谁？一个连名字都叫不顺的年轻人，凭什么值1000万？但几个月后，他们对 KK 的看法彻底180度大转弯。去到一支新球队，通常都需要时间适应战术、理解体系和队友建立默契，这对大多数球员来说是必须经历的过程。但 KK 在意甲首秀就仿佛在告诉大家，不是我适应球队，而是球队适应我。在意甲首轮对阵维罗纳比赛中，可以贡献1传1射，帮助那不勒斯5比2大胜对手。紧接着第2轮面对孟扎，他梅开2度，再次主导比赛，帮助球队4比0完胜。2轮比赛打进3球，他直接登上射手榜榜首，也彻底融入了意甲的比赛节奏。在意甲第1个月就荣获月度最佳球员，几乎毫无适应期。欧冠赛场上，他同样是球队主力，并很快收获职业生涯第1个欧冠进球，帮助球队以小组头名出线。在边路，他一次晃过对手，突破传中，制造点球，几乎打爆了意甲的所有的后卫。整个22到23赛季，他在意甲出场34次，打进12个进球，并送出10次助攻，帮助那不勒斯时隔33年再次加冕意甲冠军。他用一己之力征服了马拉多纳球场，也征服了那不勒斯球迷的心。球迷开始把他和阿根廷传奇马拉多纳相提并论，毕竟上一次带领球队夺冠的正是马拉多纳。于是他们送给了他一个新的外号——克瓦拉多纳。短短1个赛季 ，KK 的身价从1000万欧元暴涨至8500万欧元，全世界开始真正认识这位来自格鲁吉亚的球员。格鲁吉亚处于欧亚交界，虽然地理上有争议，但在足球体系中它是属于欧洲，因此可以参加欧洲杯。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里，格鲁吉亚从未打进过欧洲杯正赛，这个国家一直站在大门之外，直到 KK 的出现。在2024年欧洲杯预选赛中，格鲁吉亚与西班牙、苏格兰、挪威同组，晋级机会看起来几乎为零。但靠着 KK 的出色发挥，格鲁吉亚取得2胜2平的成绩，获得附加赛的资格。最终在附加赛决赛中，他们点球大战击败希腊，历史性的杀入欧洲杯正赛。而欧洲杯分组抽签揭晓后 ，KK 得知格鲁吉亚和葡萄牙同组，他非常的兴奋，因为站在对面的将是他儿时的偶像 C 罗。对于无数球迷来说，能和 C 罗在大赛中交手是一生的梦想。但对 KK 来说，真正追踪偶像的方式不是合影，而是在场上全力以赴。在与葡萄牙小组赛中，开场仅2分钟后 ，KK 就闪接破门，帮助球队1比0领先。下半场格鲁吉亚再下一城，最终2比0爆冷击败葡萄牙。这场胜利不仅让格鲁吉亚小组出线，更让 KK 完成了人生的闭环，从追逐 C 罗到击败 C 罗。赛后 ，KK 和 C 罗交换球衣，并在社交媒体表达了自己的喜悦。他的梦想在那一夜照进了现实。进入到24到25赛季，巴黎圣日耳曼为了填补姆巴佩离队的空缺，锁定了 KK。在冬季转会窗口，他们以8000万欧元的转会费将他签下。离开那不勒斯时 ，KK 本赛季已经贡献了5球3助攻。加盟巴黎后，他迅速融入，帮助球队夺得法甲冠军，并一路挺进欧冠决赛。如果他能带领巴黎捧起欧冠奖杯，那就意味着一件事：他不仅能接替姆巴佩，甚至可能超越他。
今年 KK 才刚满24岁，未来他会成为怎样的巨星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以上就是克瓦拉斯·赫利亚的故事。如果视频让你更加了解他，请点赞分享。这里是节目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